Hello，大家好，我是凯文。今天我们来讲 Comfy UI， 并且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那就是如何免费的使用32G 的 GPU。让我们现在开始吧。到底什么是 Comfy UI 呢？它和我们之前使用的这些常规的 AI 网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Shaker， 我们已经提到过很多次了，对吧？然后还有比较有名的是 CVT， 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肯定很多小伙伴都已经用过了。然后在这上面生成的视频呢，限制比较少。还有比如说这个网站，CArt， 这个也非常的流行，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用过。其实这些网站的背后都是一个 Comfy UI， 这些网站只是把模型包装起来，包装在它的这些界面的背后，我们打开这个界面就能够使用。它就好像是我们去玩具店里买了一个现成的玩具，拿回来我们就能用。但是 Comfy UI 是你买的东西是乐高，你要拿回来自己把它搭建起来，只有把它搭建起来以后你才能用。所以 Comfy UI 是比较复杂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它？就是因为乐高玩具能够给我们的灵活性、可拓展性特别的强。这些网站给你什么，你只能使用什么，对吧？它没有提供的你就用不了。但是如果你有了 Comfy UI， 那么你就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生成视频还有图像。所以这就是要使用 Comfy UI 的目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在今天创造这个 Flux 模型的这个实验室，黑暗森林实验室，他们今天放出来一系列比较炸裂的模型，让我们看一下，对吧？这是翻译成中文，这是11月24号的新闻，他们放出来非常多的炸裂的模型。像这些模型，如果你现在就想使用，在 Shaker、CVT 这些网站上，你现在是尝试不到的。但是如果你有 Comfy UI， 你现在就能够使用这些炸裂的模型。比如说有一个我比较震撼的，就是这个，它是内绘和外绘，这个工具是外绘，也就是说它只给你一个眼睛的图像，左边这个，然后它能外绘出来一整张人脸的图像，这感觉非常的炸裂。如果你有 Comfy UI， 你现在就可以使用这个模型。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下 Comfy UI 的代码库吧。这个是它的 GitHub， 也就是写代码的地方，它是开源的，就很多人都可以往里写代码。这个组织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匿名者 ，Comfy UI 匿名者。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6个人给这个开源的代码贡献自己的代码了。然后它更新的速度特别快，比如说你看，你可以从这个更新地方也看到，3天前它在更新东西，它发展非常快。但是呢，我不想教大家安装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是消费者，很多人根本就不懂代码，对吧？你看它的安装步骤，这个地方竟然有 pip install， 这是什么鬼东西？你如果不懂代码，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人干的事吗？消费者为什么要经历这些痛苦，安装这些东西呢？然后还要自己安装英伟达的显卡的驱动，还要安装 PyTorch 这个机器学习的和深度学习的这个库。为什么消费者安装这些东西呢？我想让大家安装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其实 Comfy UI 他们这些作者也意识到了，在千呼万唤之下，他们终于做出了一个承诺，那么就是他们的桌面版 Comfy UI Desktop 桌面版，这是他们的官方网站。如果你来到这个网站，然后点击这个下载，它就会告诉你，我们现在正在开发桌面版第一个版本。其实他们现在正在内测，如果你把你的电子邮件放在这里，你就会加入这个内测的队列，他们会把这个内测的版本发给你。我自己已经加上了。现在其实在他们开发这个桌面版的应用之前，已经有其他人捷足先登开发了这个应用版。我比较推崇的
是这个叫 Confluent，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 Conf UI 官网现在想做的东西。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安装这个桌面版的应用程序，非常的简单。我呢其实已经使用了几个月了，现在我已经刚刚把它卸载了，我们一起来安装一下。安装这个软件特别的简单，只需要点击这个安装的链接即可，点击它，这样我们就跳转到了这个下载这个软件的地方，往下面，在这里总共有3个不同的安装包。第一个是如果你是苹果电脑，它安装你的芯片，你可能是 M 芯片或者是英特尔的芯片。还有你是 Windows 电脑 ，Windows 就点击这个。如果点击它，其实它软件很小，一会儿就下载完了。如果是 Mac 这个 M 芯片，就点击它。还有英特尔芯片。然后我的是这个，装机，然后开始安装。安装以后启动。就是这么简单，就像你安装别的东西一样。其实它背后就是给你执行那些软件方面的命令，然后安装这个东西。可以看到，其实呢，我已经把我使用的卸载了，但是它好像找到了我之前那些使用的缓存，所以它又把那些缓存又给加载进来了。我已经用这个已经使用了几个月吧。然后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它的界面。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设置它的语言。第一个通用这个地方，在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我们要使用它需要哪些东西？第一个就是模板，也就是工作流。经常使用的工作流呢，官方已经给你放在这儿了。比如说第一个是文字生图像，第二个是加入文字加上风格模型，第三个是高清放大的，使用官方给你提供的模板，比如说任意选择一个。对吧？然后点击 OK， 那么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工作区。你看这个工作区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它和我们在 Shaker 还有 LibLib 上面的界面是不是一样的？这里就是正向提示词，这是负向提示词，下面模型什么东西之类的。在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就可以选择你已经安装的模型。大家比较关心的第一就是模型怎么安装。我们点击这个地方模型，可以看到官方已经放置了一些常用的模型在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点击一个模型，然后呢点击下面的这个下载按钮就能下载。还有就是如何安装风格模型。风格模型就是 LoRa，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就来到风格模型的界面。比如说这个模型，我们来点击下载，那么它就下载了，是不是很简单呢？这个正在下载。假如你要找的模型在官方并没有准备怎么办呢？这个也很简单，官方已经直接把这个工具连接到 CVTag 上面。如果你用过你就知道，没有 CVTag 没有的，什么东西都有。你直接在这个地方搜索你想要找的模型的名字还有风格模型的名字就行了，对吧？你只要有它的名字，然后搜索下来，然后比如说点击它，然后点击下面的这个下载按钮就可以了。然后已经安装，点这个已安装，已经安装的模型都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来尝试第二种安装，也就是云端直接使用。我们就不安装了，直接在云端直接使用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那么我们就来到了一个网页，然后这个地方是你的个人的工作区，在这里可以导入你的工作流，也可以生成新的。如果你点击这个生成新的工作流，是不是就来到了和我们刚刚看到的界面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你就省去安装了。那么到底怎么选择呢？我是应该用本地呢，还是应该用云端的呢？
那本地的这种环境其实适合于那些有 GPU 的小可爱，对吧？你本地有 GPU， 那么你用本地上的资源肯定是比较快。如果你用云端的话，像这种，那么你的那个计算资源肯定是有限的，因为是官方提供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计算资源，那么你可能需要花钱。所以这两种供大家选择。好了，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在 Kaggle 上面免费使用 GPU， 32G 的 GPU。我们点击这个链接，这个呢是我的代码，我写的代码在 Kaggle 上面。看到代码不要害怕，你不需要写任何代码，拿过来直接用就行了。首先要使用它呢，你需要先有一个 Kaggle 的账号。你可以如果没有账号的话，就直接到这个网站上面注册一个账号就行了。你只需要拿到我这个链接，我写的这个代码进来，点击这个拷贝和编辑笔记本这个按钮，我们来点击它。这样的话，你就会把这个笔记本拷贝一份到你的账号下，然后呢，它会自动打开。你看到的界面将是这样的，这里我已经写了一些备注，还有代码，这些都不需要管它。然后怎么启动呢？这里看到没有一个开关按钮，我们点击它，点击它就是启动这个后面的服务器。好了，现在我这个服务器已经启动了，我们看一下它的界面，好吧？这里呢，这些不是代码，这些是备注，下面的这些东西才是代码。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你的资源，也就是说你的 CPU 和 GPU 的使用的情况，它是实时的。比如说你看到 CPU 现在是0 GPU， 我这个地方有2块 GPU， 你看到了吧？它们现在没有被使用。然后我们把它关掉。怎么选择 GPU 呢？在这个地方有4种选择。第一个就是没有 GPU， 第二个是2块 GPU， 是 T4 的 GPU， 英伟达的。第3种选择是英伟达的 P100 GPU， 第4个是 TPU， 这个 TPU 是谷歌的，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那么如果你想要使用 GPU， 首先你需要验证你的账号，如果你没有验证，下面的是没办法选的，这是第一。第二是 GPU 每一个账号每一周有免费的30小时使用时间，超过30小时你也不能使用了。但是呢，你可以申请多个账号啊。T4 的 GPU 比 P100 要慢，所以呢，它给了2块，每一块都是16G， 加一起是32G。P100 的，我们选 P100 的吧。当我改变这个 GPU 的时候，我会重新启动，然后我点击这个地方，使用 P100 GPU， 看你的使用情况，你能不能用到 32G 的 GPU。如果你需要用到 32G 的，那么你就选2块 T4 的 GPU。如果你用不到，你只能用1块16G 就够了，那你就选 P100。好了，我这边服务器已经启动了，其他的这些都不需要改变了，保持原样就行了。然后代码就3块代码，第一块是启动这个系统，第2块是下载模型。我这边已经写好了代码，我们会直接下载 Flux 的模型。第3块就是启动这个网页，总共就这3步。我们现在一步一步来，先把你的鼠标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任意的地方就行，只要选中它，这边有一条黑色的线，你能看到吧？放在任意的地方，点击这个运行按钮，它就会运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CPU 是红的，基本上91%，所以呢，它现在正在运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你可以实时监测你的硬件的使用情况。第一步的运行时间大概是可能根据你的网络相关，可能1-2分钟，也有可能4-5分钟。这个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3角符号，代表它没有运行，对吧？现在是这样的，它在转圈圈，
它只要在转圈圈，就说明它现在正在运行，所以你就不要动它，让它运行就行了。好，我现在这个服务器已经启动了，已经完成了，可以看一下它最后的状态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它中间启动显示的一些结果，不用管它。那怎么样判断它已经运行完成呢？第一个就是往上面来，可以看到在这个框里面，它这个按钮已经不在那儿转圈圈了，它已经又变回三角形了，说明这个已经运行完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步，就是要下载模型。然后我这里准备了 Flux 模型以及它所需要的一些配件。Flux 模型需要几个文件？第一是我先让它运行，点击这个按钮，只要点击这个按钮，它就开始下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正在下载这个文件。我们要下载几个文件，所以这里我让它先运行，然后再说一下。Flux 模型需要几个文件？第一个需要一个它的基础模型，我下载是 FP8 版本的，也就是 Floating Point 8，就是体积稍微小一点 11.9G。第二个是它的 VAE0.3G。第三个是 Clip One， 它有第一个 Clip， 就是文本编码的这个模型 0.2G。第二个 Clip T5 这个 Clip 4.9G， 加一起大概17G 左右，所以我们有19G， 这个是完全能够可以放得下的，所以我们先让它继续下载。好了，可以看到我现在所有的模型都已经下载完了，我们已经使用了16.7G， 所以还剩下几 G 的空间。模型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运行了。运行的话就直接运行这个区域的代码，直接点击这个三角符号，点击它。当它出现这个笑脸的时候，中间这个链接就是我们需要打开的链接，但是稍微等一下，等它把下面的插件都加载一下。然后我们现在点击这个链接，刚开始第一次打开可能会有些慢，我们点击这个进入，这样的话它就加载 ComfyUI。 好的，它已经加载出来了。我们可以首先切换一下语言，点击这个按钮，然后再点击 AGL 这个地方，在这里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比如说选择繁体中文。选择以后，它会自动更新刷新这个页面，自动刷新。好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流的界面已经变成中文的了，对吧？然后现在这个工作流是官方默认的，我不需要这个工作流，我们需要一个 Flux 的工作流。我首先把它清空，可以点击编辑，再点击这个按钮 Clear Workflow， 这样的话它就清空了。然后来到我会把这个网页提供给你们，来到这个地方，我这里放出来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就是一个工作流。是的，这个图片就是一个工作流。我们把这个，你可以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然后呢，我这里有这张图片，这就是这张图片，对吧？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然后呢，把这个图片拖拽到这个工作区域，它就变成了一个工作流。我们把它放大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在3处做一下改变。第一就是这个 Unet， 其实就是我们的 Flux 模型，选择我们这个下载的这个 Flux FP8 的这个，然后下面的参数的类型我们选择第一个，然后下面 Clip 文件，第一个选 T5 这个，第二个选 Clip L 这个，再下面 VAE 选择我们下载的 Flux VAE， 这样的话
就全部写好了。然后这个地方，这两个是1024跟1024是控制生成图片的大小，这里是你需要写提示词的地方。这里我们什么都不用改，点击下面这个按钮就能生成了。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生成的非常快，是因为刚刚我已经运行了一次，它可能在那个已经缓存了。你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它首先要把这两个模型，把这一个模型以及它的这个 clip 文件加载进来。第一步会在这里会耗时很多。现在你第二次运行的时候，这前面的模型已经加载好了，它只需要进行后面的操作就行了。我的这个代码所在的区域可以看一下它的状态，点击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CPU 现在是拉满的， GPU 也是拉满的。我们 GPU 最大是16G， 现在用了13G 左右，对吧？说明这个代码在这边还正在运行，因为第二张图片还没有完成的。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圈圈是一直在转的，它必须要保持一直在转圈圈，然后这边才是在运行的。如果你想停止，你把它停止，这边的网页就不能工作了。第二张图片已经生成完成了，可以看到质量还 OK。下面是你的这个图像缓存区，你生成的所有的图像都会在这个地方。如果想要保存生成的图片也很简单，直接右键点击，然后呢点击保存，就能把它下载下来。这个右键保存。假如说你现在不想使用它了，你需要把它关闭。怎么关闭呢？点击这个按钮，或者点击这个按钮，它都会停止。比如说我点击它 ，OK， 它已经停止了。但是它停止以后，你这个服务器还是在运行，因为你这里可以看到 CPU 还有 GPU， 它还是会给你计时的，因为你一周就30小时的时间，而我现在已经用了16个小时。然后如果你需要把这个地方关闭，你就要点击这个按钮。我们现在把它停掉。好的，现在已经停掉了。停掉之后，你会问，那我写的这些东西到哪个地方去找，对吧？把它停掉之后，你点击这个地方3个横杠，然后再点击 Home， 然后你就会来到你自己的主页，对吧？现在是我的主页，在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出现在这个地方，它也出现在这个地方，叫 Notebooks 笔记本。你点开笔记本，点开笔记本以后，下面就会出现你所使用的所有的笔记本。如果你下一次再想使用它怎么办呢？你没有必要去拷贝我那个了，你就来到你自己的这个主页，点击它，点击你刚刚使用它，你就能直接跳转到这个笔记本所在的地方。所以呢，我会把你们使用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分享给大家。你们看到的这个页面，这是 Notion 的页面，我也会分享给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给我留言。我们下次再见吧。